这个胖子每天背着板砖上学，老师看了都傻眼。来校考察的美国人问他 What's this？ 拍人的。翻译的老师赶紧解围，他说这只是个玩具。美国人很好奇板砖要怎么玩，胖子拿起板砖狠狠拍向自己的脑门，当场把美国人吓晕了。放学后，老师严厉批评了胖子，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。带板砖上学的胖子叫大卫，他是要帮好哥们出头，可这板砖压根没机会拍下去，最终还是砸在了自己脑门上。大卫的父亲是厨子，他们家祖上是御厨，大卫的梦想就是接父亲的班。我以后要做蛋炒饭，外国人来了都吃我做的蛋炒饭。等他长大后，父亲因为喉癌被餐厅劝退，他正好来接班。餐厅经理问大卫，你想干点什么呀？厨师。在嘲笑声中，大卫打算给大伙儿露一手。他走进厨房，炒了一盘蛋炒饭，结果直接把厨房给点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报道第一天，大卫就被开除了。当天晚上，大卫的父亲带了一条烟到经理家中求情，两人也算是老相识。多年前，大卫的父亲在厨房给经理打下手，可大卫的父亲从未正眼看过他炒菜，也没叫过他一声经理。经理提出要求，今天呢，您要叫我一回经理，我就把您的傻儿子留下。经理。因为父亲的卑微迁就，才让大卫留在了餐厅。回到家，父亲终于肯教大卫蛋炒饭了。他说，秘诀就一个字，慢。别人快的时候，你要慢。父亲只示范了这一次，然后就倒在了厨房，因病去世。父亲去世后，大卫留在餐厅干苦力活，买菜、擦桌子、搬椅子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餐厅遭遇严重亏损，经理开始忽悠大家，这让咱们承包这个亏损企业，承包了，你们可就当经理了。大家一边听一边盘算，生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。这时，大卫缓缓举起了手，众人的目光锁定在他身上。大卫自告奋勇承包了这家餐厅，母亲把压箱底的钱都交给他，大卫很高兴，我终于有自己炒菜的地方了。可大家都嘲笑他傻帽经理。大卫把饭店还原成最初的模样，修缮一番后隆重开张。只是连续几天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再这样下去，只能关门大吉。不久后，转机出现了，餐厅接待了一个商务团，拿出了堪比国宴的高水准，就此打开了知名度。再后来，餐厅每天都是门庭若市，就连大使馆的人都想来就餐，不过已经没空位了。就在餐厅风生水起的时候，大卫一直喜欢的女神回来了。女神的到来即将彻底改变大卫的生活。女孩撕下一页书贴在了黄渤的嘴上，女孩慢慢把嘴凑过去，两人隔着一页纸体验接吻的感觉。黄渤紧张的身体发抖，使劲拉扯衣服。后来那页纸被扔了，黄渤捡回家珍藏起来，因为上面留着女孩的口红印。女孩名叫茉莉，黄渤饰演的大卫从小就喜欢她，可茉莉却喜欢另一个男孩洪兵。他们三人从小玩到大，关系特别铁。有一天，洪兵对大卫说，我喜欢茉莉，茉莉也喜欢我。说完就把大卫赶到屋外，屋里只剩下洪兵和茉莉两人。洪兵解开茉莉的衣服，两人发生了关系，可两人也没好太长时间。茉莉哭着来找大卫，洪兵他不见我。大卫就把洪兵约了出来，三人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原来当时正值国内下海经商潮，很多人因此一夜暴富。洪兵抵挡不住这个诱惑，他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未来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变，中国也在变，以后就是钱和权力的天下。言外之意就是他要南下经商，打算和茉莉分手。没等洪兵说完，茉莉就先走了。大卫劝洪兵去把茉莉追回来，可洪兵去意已决。此时茉莉已经怀有身孕，大卫陪她到医院把孩子拿掉。术后茉莉身体虚弱，大卫把她带到一家饭店，然后冲进厨房和人打了一架，只为借用厨房给茉莉做一盘蛋炒饭。那是他做成的第一份蛋炒饭。茉莉吃下一口，露出了微笑，她也如释重负。大卫本想照顾茉莉一辈子，可茉莉还是离开了。他去了南方唱歌，偶尔写信回来，说自己快要出磁带了。茉莉离开后，大卫承包了一家亏损餐厅。都说傻人有傻福，别人嘲笑他傻帽经理，可他却把餐厅经营得有声有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茉莉带着乐队回来了，餐厅变成了乐队排练的地方，有人在餐厅演讲，有人在餐厅谈生意，就是没人在餐厅吃饭了。茉莉这次回来是为了给乐队拉赞助，只要是茉莉的事，大卫自然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他立刻找到体育馆馆长，准备用餐厅做担保，借用体育馆一晚，给茉莉和他的乐队办一场演唱会。结果被当作骗子扭送公安局，而茉莉也勾搭上一个香港富商，富商答应帮助茉莉开演唱会，前提是你要做我的女人。
为了自己和乐队的将来，茉莉答应了。茉莉又一次伤了大卫的心，她匆匆回到大卫身边，又匆匆的离开。在他们小时候常聚的城楼上，茉莉写下了要对大卫说的话：大卫，对不起。黄渤把一个美女抱回宾馆，帮她脱下靴子和丝袜。美女喝醉了，不停地调戏黄渤，还想和他亲嘴，被黄渤拒绝后，美女抽了他几个耳光，哭笑着说：你少来这套，都是这样的，谁都别我。其实真正爱她的男人此刻就在身边，只是他一次次将其推开。美女吵累了，倒在黄渤的大腿上睡着。黄渤想起了和她的过往点滴。这件事过后，美女跟一个香港富商离开了。他在城楼上给黄渤留了字：大卫，对不起。黄渤饰演的角色叫大卫，被称作是中国版的阿甘。紧接着，大卫的事业也遭到重创，合伙的好兄弟洪兵把餐厅拿去抵押，如今项目黄了，餐厅要被收走。大卫没有责怪洪兵，这反倒让洪兵更加无地自容。他冲着大卫怒吼：你他妈没脑子呀！就你凭什么当老板？很快就有人接手了餐厅，大卫被赶了出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大卫的母亲也去世了，外地的哥哥回家奔丧。大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哥哥，哥哥决定帮大卫出头。他找来洪兵对峙，说到一半，哥哥掏出一把手枪，他把洪兵的头摁在桌子上，拿枪顶着脑门。洪兵直呼大卫的名字求饶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哥哥没有对洪兵下手，而是对准自己开了一枪。看到哥哥死在面前，大卫情绪失控，他颤抖着蜷缩在角落，想伸手摸一摸哥哥，又害怕的把手缩回去。后来别人说我哥早晚得死。时间来到2001年，好兄弟洪兵成了商界精英，登上各大杂志封面。暗恋的女神茉莉成了当红歌星，只有大卫还在餐厅打杂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期间经历了超级女声和周杰伦的走红，三人的生活再次出现了交集。茉莉因为桃色绯闻宣布退出娱乐圈，回到了故乡。洪兵因为金融海啸、股市崩盘，欠下了一大笔钱。洪兵被债主威胁，让他必须拿钱来救命。洪兵打了一圈电话，都没人肯帮他。最后关头，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卫身上。电话拨通了，没想到接电话的人竟是茉莉。他对洪兵说：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？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事后大卫还是知道了，他不能见死不救。第二天拎着一袋钱去赎人，还签了一份还钱的生死协议。他顺利救出了洪兵。洪兵心里很感激大卫，但是碍于面子说不出口。他对大卫说：你不该来救我，你真他妈傻。当天晚上，洪兵就偷偷离开了。他在车上一摸口袋，里面是大卫塞给他的一个馒头。看着这个馒头，洪兵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后来，洪兵把餐厅买回来，又还给了大卫。他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大卫重新成为餐厅老板，可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吃干炒蛋的饭的时候了。在餐厅员工和各路记者的注视下，大卫准备炒饭了。他回想着父亲曾教给他的秘诀和步骤：慢点儿，别人快的时候要慢。在翻炒的过程中，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，关于哥哥，关于洪兵，关于茉莉。最终，他炒出了一盘无与伦比的蛋炒饭。一位白发老人问大卫：你花了多长时间学会的？大卫回答：差不多30年。后来，大卫的餐厅越做越好，分店开到了全球各地。30年后，大卫终于也迎来了成功。30年间，所有人都笑他是个傻子，可他就像阿甘一样，虽然傻，但是够执着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阿甘坚持跑步，大卫坚持做蛋炒饭。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大卫懂得以不变应万变，他见证了30年的变迁。他的傻也是他的真，是这变幻莫测的时代中最宝贵的品质。